大家好，我是袅袅，非常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现在人们都说要活得通透，但其实人要真活得通透挺难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在乎的点。我有的时候就过于在乎自己的形象，像上班需要化妆，我又不太会化妆；职场需要说话，我也不太会说话。有时候说了话，现场一片死寂，我就很迷茫，就不知道是我话说错了，还是妆没化好。人们都说在职场上大家是戴着面具生活嘛，而我甚至还要精修这副面具，否则以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呢，上班收到最多的评价就是你气色不好。谁每天熬夜气色能好呢？隔壁的同事熬夜加班，不仅气色不好，胡子都没刮，大家都评价说他工作好拼。我气色不好，大家就会说他放弃自己了，我认了，谁叫我没长胡子呢？而且由于总要深夜写稿，我都开始长斑了。我也没想到，我只是上个班，还真把斑上出来了。所以最近我也开始用倩碧302美白镭射屏、302黑色素干预科技美白淡斑，用完开心多了。稿子看腻了就看看镜子，看看镜子就又有动力写稿了。做公众人物就更难通透了，每天总有很多镜头对着你。我现在最擅长的就是在一些真人秀上扮演假人，真人秀需要多说话，我又话不多，所以如果我选择在真人秀上做真人，我就会变成一个路人；如果我在镜头前面通透呢，就会增加透明感。所以现在我经常强迫自己多说话，为了保持交流的热络呢，现在我已经开始学会跟大家分享我做的梦了啊，这可真是社交噩梦。压力大到我回去都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好了，醒来更焦虑。完了，昨天一夜无梦，今天又没得聊了。每个人都有不够通透的地方，比如说我的朋友，他甚至会对2只眼睛不对称特别在意，还会去学习如何裁剪双眼皮贴才能贴出完美对称的双眼。我就想，你能不能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你的眼睛能观察到自己如此细致的不完美，说明它虽然不对称，但是好使。我觉得有时候活得通透，可能需要不那么迎合别人。比如我，因为从事了脱口秀这份职业，一些朋友就觉得我随时都要搞笑，但面对一些社交场合，我何止不搞笑，我都不怎么笑，因为别人给的标签都过于简单粗暴了，是吧？夸一个女生搞笑女啊，就好像夸一个男生 IT 男，就是过于片面，还不如夸他的发量。所以当朋友说袅袅你不是搞笑女吗？你怎么不搞笑呢？我就会说，我每次搞笑之前都要打个副稿，在我这里搞笑的搞其实是稿子的稿。现在好多朋友都想美白，想让脸变得好看一点，但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座冰山，被看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所以当人们夸一个女孩是冰山美人时呢，除了她的白皙，其实也可以注意一下她丰富的人生。不过夸我就不需要叫我冰山美人了啊，叫我冰山人就可以了。总之我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活成一座冰山，通透白，通透活，不通透就白活啊！谢谢大家，我是袅袅。不通透就白活。感谢冰山美人。哎，谢谢。我有一段时间还特别怕别人夸我通透。是。就我觉得我其实也不配。对我也是，对吧？就我们就是说，哎呦，这个人好通透。其实我们只是不表现或懒。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烦恼，然后就是俗气的东西，然后有很多欲望，然后大家一夸我们通透，我就感觉我要或者佛系，就是这种。我就觉得反正通透，我就觉得他一夸我通透，我就必须要做一个那样的我不逍遥的人了。对，我好像但凡有一点那种跟大家一样的东西，我就失去这个评价了。对。那我们之前对，我们之前就是杨丽他们来的时候，然后来录毛血旺就是聊，就说那个有时候在没有观众的现场，没有观众的时候就怎么样？哎呀，但你表现的刚才很从容，你真的很从容，因为出了一身汗了，因为你就很稳。要我就会没有人笑，我就会非常。我在台上，我脸上就写着沮丧。那你彩排的时候呢，也没有人笑？彩排上有人笑，有人笑啊。就是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不讲开放麦嘛，然后我每一次就是看通过这个稿子哪儿要改，就是彩排的时候，
那几个刻薄的导演。都已经到彩排的时候了。对呀、完了我第二天今晚回去改，第二天就换了嘛。就那些就是最难取悦的导演们，如果没有笑的话，就不行。包括我们上次讲专场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的稿子是13000字，彩完排之后回去变成了10000字，就是因为现场的导演就是没有什么我就。那你在专场之前，你会去开放麦练或者怎么？我想去来着，但那个专场给我的时间特别紧，然后那个专场真的就是紧到，就刚好够写稿的时间，对，然后我就，然后而且那个时候那阵儿没有可以去的地方，对我在天津那个时候，然后就没办法，哇我只能通过就是给人讲，然后再给现场导演讲。但是很成功，还是很也不成功。别，就那回事儿吧。是业界轰动，谢谢。轰动。哎，行了，你快，你去吧，快点。到我了啊！怎么提到我这个？我写大写小啊，可大可小。尺咋写？不行，对，这是这么写。写大点吧，松弛。行，别抠搜的。哦，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自定义的标签，也可以踊跃的给我们评论留言啊。完事儿。说说吧，松弛。我觉得一个是表演状态，在舞台上表演状态，和就是其实，在录《毛血旺》之前，或者是，在录那个，就是不是有那种现场没有人的综艺节目吗？就比方说摄影老师是不在现场，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可能大家我在一直那个状态其实是跟我非常不像的。然后一个是毛血旺，一个是还真人这种以前那种真人秀，但那种真人秀毕竟是少。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在当毛不易的时候和我是这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所以毛血旺是你很就是你很割裂，对，但毛血旺很后面了，对，在之前的节目上没有那么的放松，而且包括在舞台上但我是承认大家在表演的时候和生活中多多少少会有点不一样，但我有点太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这几年一直在找这个平衡，包括生活当中。它肯定是你舞台上会更紧张，然后你就想在怎么能够去，包括在生活中一些不舒适的时刻，也想办法让自己就更像自己一点。这个是我觉得我比较想追求的。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你一开始在舞台上啥样，其实你很多动作就习惯了，然后改的话其实会特别心虚。你像我都没用右手拿过话筒，我也是，我都是一直是左手。真的啊！我的妈呀，我能，你能右手拿话筒？我有时候也左手，我一直都右手拿话筒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也左手拿话筒啊，因为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就是你右手要做一些动作，就把他们全挪到左边。你像有的时候那大多数情况下是右手拿话筒，但有的时候你右手不得不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我就，哎呀，那你挺厉害，倒腾一下子。那也还是比较松弛，也就是没办法，行动力，感觉要跟拖延相对应的是吧？行动力吧，就是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们是那种一天能干好几个事儿啊，就是他一出门，比方说出门可以干2个事儿，回来待一会儿，完再出门再干1个事儿。我就是一天如果有1个事儿吧，我就会一直惦记这个事儿，然后如果出门了干这个事儿，今天我啥也干不了了，我就必须得回家了。我就想说，如果我能给自己多安排点事儿，或者是其实也不是不想出门，但有时候就是一待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懒了。如果想出门的话，就可以立刻去，或者先干，不要想到那些后边的那些东西，可能会好一些。丰富又是哪种呢？丰富啊，我就希望自己，就我们活到这个年纪也没多大年纪，但是你对自己有一个
整体的概括，总是说好像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喜欢的是什么东西，我爱听哪种音乐。完了，它确实是，你总结自己，但是越总结越窄。就等你遇到一个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下意识觉得啊，那不是我会喜欢的，那不是我的。甚至在我不了解它、没有尝试过它的时候，就下意识的去反应。但我还是会下意识这样，但我希望自己可以去起码尝试一试。是让自己的感受丰富起来。对，确实我们很容易有的时候就是先把自己隔开，我不想去，所以一听我就不想去，我就不行，我干不了啥的。而且有时候这种拒绝好像在满足自己某种审美上的需求，就是我必须要拒绝一些东西，我才有某种高雅。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就去尝试会发现很别样的快乐。哦，你写的好好啊，到我了，我写的，哎呦，你们两个都，我写一个。行，我先写个情，我想个情。我写这儿吧。还有一个。你们的字都好好看，我的好像一个小学生。哎呀，有点写不下了。那你考上了北大呀，都没有依靠卷面分。我卷面分也不行，我写的乱。我第一个非常希望自己情绪稳定，因为情绪不稳定，我觉得甚至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它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工作和人际关系。我是一个不稳定到就是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间就沉浸在沮丧，对，就是那种会给周围人带来很多的困扰，因为大家对你。但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情绪就是你的表达呀，就是我已经这样了，你就是相当于是我告诉你我是这样的。但我太容易了，就本来上一秒大家谈笑风生，我自己在那我就，然后你又问不出来。那你是不愿意说呀，还是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有时候也说不出来我为什么具体的点是什么，就是我的朋友会非常想说，我帮你解决一下你现在的情绪，你给我倾诉一下，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一旦进入到情绪不稳定时期，语言表达系统也会跟着混乱。对，所以我非常，就情绪不稳定确实影响周围人，很难就是和谐的大家干完一件事情。下一个生活健康，就是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过上那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戒掉一些就馋嘛，戒掉一些高油、高盐、高糖那种东西，然后有一个这个早睡早起啊什么的，然后热爱运动。热爱运动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太不热爱运动了，我不热爱一切运动，我都感觉。然后吧，我就觉得好像我身边热爱运动的人都很阳光，然后确实是吧？有这种然后身体素质也很好，然后感觉好像反应都比我机灵似的，我也不知道。完了我就想着，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个，我也不说热爱我所有的运动，就是我能找到一个适合我自己身体素质和我这个喜好的这种运动。我也不热爱运动。你还能每天跳操呢？那我不爱跳操，就是有人是真的爱玩这些东西。你也不爱玩吧？咱仨看着都不像那个热爱运动的。溜达嘛，就散步可以。爬山，爬山不行。小山，不行，有坡都不行。台阶儿，但凡有个坡都不行，最好就是溜平的地。那咱东北平原，他家草原，那可妥了，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呢。小山也是山。溜达就行。最好就是个接地气，晒晒太阳。马路上溜达。我就希望我能找到一项我热爱的运动。他们让我问一下，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讲讲。我也差不多是，但是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自己待着。
就是不太有人发现。就是我自己待着，然后等这个劲儿过去，然后我再见人，差不多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可能都有比较沉闷的时候吧。因为我可能是就是我已经来不及自己离去了，就是咱们仨在这儿说着话呢，然后我咔嚓我情绪不稳定了。那我觉得其实还挺勇敢的，因为你在承认自己的情绪。对，是。但是稳定，情绪稳定，所以它一定是巨大的优点。它一定是伴随着某种隐忍。对，那也是。那有的人他就是，抗压能力相对强，然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不那么慌。我可能就是不愿意表现出来，就是我可能也会有波动，但是波动区间就很小，就比较稳定。因为比如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我首先会用巨大的悲伤来浸泡自己。不会转化成愤怒吗？不会，就是沮丧和悲伤。我有时候会有那个后劲儿。就是白天可能下午3点出现这个事儿，然后我半夜3点才想起来，我就沉浸在悲伤。就我有时候反应非常慢，但都有情绪的时候吧。反正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那我倒是我情绪不稳定，但过去也快，就是歘就来了，歘又走了，就那种感觉。我是特别慢，我就是回味，对，回味型情绪不稳定。前年半夜就寻思。是，看看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自己自定义的标签，也可以积极的给我们留言和评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自己写的这个标签的话，那可以说是相当通透了。通透。你这真挺通透的。你看，就是松弛，一个人松弛，大家会容易说你通透。是，你要是丰富，大家会就有通啊，你是对吧？松弛就是透吗？也不是评价我自己，是向往的那个。对呀，我觉得最后大家还是会成为一个这样的，像自由、温暖、勤奋这种人，大家都。你这好啊，生活健康。我主要热爱运动，热爱运动显得我很通透。看看弹幕上的朋友们都给我们留了什么言啊？自己给自己定义成啊。有人说我想要的标签是人美心善，哈哈哈哈，一切都是浮云，只有美丽和善良是永恒的。那谁不想要人美心善呢？是。其实只要人美了，心善不善吧，都很重要，都很重要。主要心还是心善，对，心善人才美。因为美它的定义和标准非常的多变，所以你要是心善才是永恒的。当然了，善良的人。但我也想人美心善，谁不想人美？我人美心又善，那我得多好个人呢？不通透也行。第二个，我想当正能量少女，相信能量守恒法则，只有正能量才能吸引好事。当然，正能量多是很那个啥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也非常希望自己能正能量一点，因为我这个人太负面了。你别老这么想，你越想越负面。你看看，这不就负能量吗？我要想正能量，我就想我是一个正能量的，对吧？你没有那么也是了，对吧？没有那么负。我相对悲观对，也不是负面，就是我相对于悲观。鸟鸟是，我也他也是那种悲观，悲呀，他那个啥呀，他贼悲呀，悲呀，关呐。他是一个但也不是说悲观就不正能量。对，就我们会预先有一些危机上的判断，未雨绸缪。那也行，就是这个事不困扰你就行。但还是就是希望就是，想能乐观起来吧。有时候乐观也不用时时乐观，我也不想时时乐观，就偶尔乐观也可以。其实有时候它像某种防御机制，就是让你感觉稍微有点安全感。就如果你能把不好的结果都预想到，对，你到那个结果来的时候，你就不会不开心。对，但大部分时候那个结果都还可以。对，就我会先想一个这个事情最差的结果。那所以你在完成结果这段时间之前，你都用这个最差的结果困扰自己。对。所以你享受的时间基本没有。对，享受的就是结果发生的那一刻。对。你没有好的期待，然后哪怕出来那个，你也觉得也不会有那么惊喜，因为这个其实也在你的意料之内。就是我先把最差的结果想好，那但凡比它好一点，我就觉得还可以，就没有那个。
期待、雀跃、等待好结果那个没有，是啊，一直都在给自己做降低预期，就降低不用有任何预期不行吗？就非得人很难做到没有预期，对吧？人很难做到。我觉得确实很难有人做到说我就是期待最好的啊，那倒是。但我觉得也不用期待最坏的吧，就反正我先给自己暗示一下自己，有可能会那么坏哦，那么坏，这是最差哦，是这个语气吗？啊，就是你是有可能最差的哟，然后到时候就，到时候一旦稍微好一点就没什么问题。我说我又不希望大家用正能量、负能量，天天就是给自己对绑架，对，好像我必须得正能量，对，就是负能量的不能有，对我对不好，然后你就拒绝你自己的情绪。是，其实我感觉有时候有这种心情不好的时候，写下来还挺有用的。就写下来就好像某种倾诉，然后你脑子里就不会再过这个事儿了，你也不会想结果不好会怎么样啊什么的，就是你就能睡得比较好，一些经验，或者转移一下那个对注意力，对，或者看一些那个比较悲伤的电影什么的，就把这个情绪释放掉。有的时候憋不住哭一下还挺爽的，是啊，但我有一些朋友，就是我跟他们就是倾诉我的那个不高兴嘛，然后他采用的就是以毒攻毒疗法，他就会让我想起更不高兴的，然后把刚才那个小不高兴的忘掉。这健康吗？我不知道健不健康，反正有用。啊，对，就是他选的就是跟我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比如我是看网上看，我说谁说我哪儿不好。他会采用一些更恶毒的话来对我进行攻击。那他都说少了。对，你以为他说的到点儿了？我告诉你，你其实怎么？哇！我当时觉得我这么差，那行吧，人家可能在人家表现。你真的会想行吧？就是他都已经说我这么差了，就是想先把我击碎，击得更碎。没准这个不建议大家使用啊，就是有一些人才会。也不要对一般的朋友使用。对，这得是对，是，就是你碎了，他还能给你贴起来，这种朋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他先把我击碎，他最后肯定也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他也会就是再重新帮我去疏通一下。啊，还挺有用的，就最亲密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你会唱这个吗？你会吗？是什么歌？哎呦，阳光开朗大男孩，就那个呀，怎么唱来这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拉倒吧，你俩也不怎么那个。希望新的一年能找女朋友。刚才是什么呀，雪琴？刚才那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是一个那个作者，我非常喜欢，他在 B 站上有很多，也不能再说。他在某些视频平台上有非常多的粉丝，然后唱很多那个说唱。哦。啊，他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作品，不光这一首。现在提他的名字吗？他那名字我觉得还不太好播。哦，那算了。然后就是可以吗？可以，应该也可以吧。反正他这个作者我非常的喜欢他。希望新的一年。他说他这个人希望新的一年能找到女朋友，结束母胎单身。阳光开朗大男孩很容易找到这个女朋友。我也觉得。你广志呢？你问他，广志也是稍微有点内向，他不咋阳光开朗大男孩。我觉得徐志胜阳光开朗大男孩。你看人家找着了，真的。
就是你是不平衡。对呀，你这个世界就对呀，这个世界会因为你不平衡，如果这是因为你不平衡，那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所有我们看上去很厉害的人，他肯定或多或少都有自己对一些弱点。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专业能力很强，但他就是不擅长交际。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非常的把自己这身材容貌保持得非常好，那可能也不太擅长交际。对不对？那就是都不用非得把自己。有的人非常擅长交际，但可能身材容貌也保持得很好，对，没那么好，知道吗？哎，我想要的标签是马甲线，新的一年一定要拥有马甲线，我拼了！这就是口嗨型减肥。我也感觉是，祝你拥有一个马甲线吧。是，加油。我想要行动力 max 标签，要多做少说，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怎么这标签写的都这么像？还行动力还 max？多做少说，用实际行动，这可以啊，这不跟你一样吗？你也想要行动力，但我并不想少说，你又想说又想做，宣扬嘛。想当一辈子有宝女，永远爱我的朋友们。什么叫有宝女？就是朋友的宝宝。就是听朋友的话，爱朋友。这应该是一位年轻的朋友。有宝女这种词汇，朋友比较稳定。我有宝女跟妈宝男是一个组词方式吗？应该是。那有宝女是不是就是什么事都听朋友的？妈宝男不就是什么都听妈妈的？还是我估计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被朋友宝贝的女的吧？应该是不一定是那个。是朋友们的宝贝。我跟你说，朋友其实一定会越来越少的。他说我想当一辈子有宝女，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不是，哎，难道不是吗？其实是的，很现实，在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就是对。因为朋友你们有各自的人生阶段嘛，就会结婚有家庭，对，一定会有不同的节奏。你们的友谊一定还是在的，但是可能模式会变。总体上还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关系。我希望能多赚米，变有钱，就多赚钱呗。他米干啥？变有米得了呗。可以提前。对呀，不能说变有钱吗？那是很怎么说？就这样显得很可爱吧？变有米吧，不知道啥意思。变有米。我要自由洒脱，爱自己。哎呦，大家想的都差不多，大家都想要的东西都很像。希望自己身上有睫毛怪的标签，睫毛少还总掉，真的很烦。我还真没关注过别人睫毛多少这件事儿。还是也有多的，有那些，而且我发现现在的小孩睫毛越来越长，越来越密，他们营养好就是都不是说遗传因素，这爸妈都睫毛贼短贼稀，但小孩一生出来头那睫毛跟假睫毛。小孩本身睫毛容易长。不，咱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长，但现在小孩你也没印象啊，你小时候。你还没有照片啊，你那照片一看就跟人不一样，真的就是我现在就感觉。现在小孩有一个是一个，那睫毛都歘呀！而且现在小孩就不仅睫毛长，头发还好，个儿还高，就现在小孩一整就12、13、14岁，长1.8米，我天哪！知识面还都科学。喜欢翘翘的睫，谁会喜欢垂垂的睫毛呢？大家当然喜欢垂垂的，不挡眼睛吗？睫毛垂，我没关注过睫毛这件事儿，但是其实我有点关注，因为我最近有点关注，因为老有人就是咱们化妆不老要粘假睫毛嘛，我一粘睫毛我眼睛就疼，我特别羡慕那些就自己睫毛很长不用怎么粘假睫毛的。不会吧？都得粘吗？长也得粘吧？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是那种光打的特别亮的那种舞台，就可以不粘，就可以刷出来嘛。咱们仨现在开始互相观察睫毛了。我想过是种睫毛，我有朋友不是种睫毛，就是那种粘，它只是暂时的吧？还是说整个植到自己的睫毛囊里？它不是囊，它也是一种粘。对呀，我粘过一次，
完就开始掉啊，完了带着自己的睫毛一起掉，对，把自己睫毛都种掉了，还掉一块儿。对，而且粘睫毛的时候，因为它从根儿的内侧开始粘，其实你会很难受，而且你很担心你的眼部卫生什么的。其实每次粘睫毛，所以现在一般我就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舞台，我就不太粘了，就是让我眼睛小点吧。就我也是。是粘那种一簇一簇的，还是一条的？一簇一簇。现在都没有人粘一条，因为一条那太难受了，你眼睛就扒着，是太难受了。一簇一簇的。一簇一簇的是自己好粘吗？我不会粘，是化妆师就拿个镊子在捏。而且你还得粘下睫毛，因为你要上面粘了，下面不粘就很奇怪。我今天没粘，就是有的时候要上下都粘。那下睫毛可以画，用眼线笔画。是。那近看老假了吧得？你谁会近看你啊？呼大特写吧这。你只要不是那种特写就没问题嘛，它就可以画出来。但是要那种特写的话，睫毛肯定也不是我脸上最大的问题，所以就无所谓。你要那种的话，其实那种粘也能看出来，一般不会给我们那么大的特写。还没有人，大家还在留言吗？感谢大家和我们互动，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评论、点赞、转发，谢谢大家的支持。看到的色斑与暗黄，是看不到的基底色素沉淀。倩碧302美白镭射屏，302黑色素干预科技，层层瓦解黑色素，根源淡斑，美白透亮。倩碧302美白镭射屏。欢迎继续收看，欢迎光临302。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环节是什么。您有一条语音信件，回复欢迎光临302即可查收。欢迎光临302。欢迎光临302，下面进入倩碧302通透就够的第3个环节，向未来焕发光彩，来日可期。请3位分别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投入302时光邮筒中。这封信将按照你在信封上所写下的时间和地点寄回到你的手中。请你站在此刻的心境下，向另一个你发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真挚对话。